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操作我们的模特儿。分区呢还是一样的，头顶点分到耳后点，上下2层，表层占整体1/3左右就 OK。底区多一点，表区少一点。底区呢，想要纹理呈现的多一点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前后纵向的各一片，用2片呢去呈现不同的纹理，既体现松散的纹理，又让纹理呢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。脸基线还是不要去放过它。脸基的头发呢，这里呢会采用一个饱满向后的手法。发梢呢不要去做的太卷，滑直一点。做慵懒发饰这种感觉的时候呢，记住发尾一定不要做卷，做卷了它会显得很老气。然后后面这片头发，这片头发全头呢，我们都是用的螺旋的手法去做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你是用的收紧还是饱满呢，取决于你客户的发量。如果客户的发量特别少，那我们可以建议用饱满的去增量。如果客户的发量呢是特别的多呢，我们建议用收紧的手法呢去去量，这样呢上面会有更多空间去发挥。它的发量呢还是比较少的，我们用饱满的手法，饱满向后螺旋，站位呢站在发片的前方去操作。一圈，加热完之后呢，退一圈。先往上卷一点点，再去滑行，圈数全部控制到1圈就可以了。再推一圈，先往上卷一点点，再去滑行。滑行的距离呢要越来越长，这样才会更好看。再推一圈，先卷，再次去滑行。发梢这么一点点呢，圈数推掉，给它滑直一点点，不要做卷了。做完之后呢，就让它全头呢都是这种慵懒的波纹。如果觉得不够，你可以再重复一遍。基本上这样的卷度呢，我们一遍就可以到位了。这里呢，再去重复一遍操作，给大家再去做一个演示。饱满向后，前低后高，发尾甩向前面。站位呢也是站在发片的前方。那手法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。退一圈。先卷一点点，再滑行，这样呢上面的卷不会太卷，会被压掉一点点。再推一圈，先卷一点点，再去滑行，滑行的距离呢越来越长。再推一圈，先卷一点点，滑行，发梢呢给它带直掉，不要做的太卷了。OK， 第一个卷度呢就夹好了，夹完之后可以不打散。稍微让它冷却之后，我们再去打散后面这一片头发。同样的，先将头发呢滑通滑顺。当然，其实底区呢不需要起得这么高，因为我们起高了它也看不到。后面这片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起低一点。这里呢，为了让纹理有一些变化性，我后面这片呢我会采用向前的饱满，让它和前面的纹理呢形成交叉。饱满向前螺旋一圈，退一圈，先卷，再滑，少滑一点点，慢慢呢滑的越来越多，先卷，再滑，滑的多一点点，加热，再退一圈，先卷，再滑，发梢这么一点点呢，直接圈数推掉，给它滑直掉，不要做的太卷，让发尾呢走直一点。如果太卷了，我们可以再单独给它滑柔一点。OK， 做完之后呢，可以简单去冷却之后，可以简单去打散。那给我们的视觉感呢，就是比较松散凌乱的这种波纹，发梢呢不会太卷太堆。底区的纹理呢就呈现好了，但是现在因为它头发比较少，量是比较欠缺的，我们先不用管它。如果做客户的话，可以适当把后区呢去起一片做弥补。刘海取干净一点点，
做现场呢，烫发和造型呢还是有点区别。造型如果我们把刘海做得太卷呢，其实它是风险比较高的，容易让人显得比较老气。所以说这里刘海呢，把它取干净，我们不要把刘海做得太卷了。同样的，可以先去收一下，收到颧骨左右，不要太卷哦，太卷了呢容易显老气。直直的都 OK。收完之后呢，把发根位置呢做一个支撑，让刘海往前走一点点，高角度，电棒放在正前方。进去之后，先转，再往后推，让发根呢支撑一下，刘海往后散开，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修饰它的脸型就可以了。OK， 刘海做好之后呢，再去做我们的表层头发。表层的头发不要一片去夹，这样一片去夹完之后呢，它会有点堆了，纹理呢也不会特别凌乱。我们把它分成3到4片。但是呢，做线条是有诀窍的，记住线条3要素，有高有低。刘海点以前不要做线条。然后第3点，线条呢尽量与下面的手法呢流向差不多。那我们这里做线条呢，可以采用一前一后去交叉。比如说我先去做一个向后的纹理，饱满向后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太蓬呢，我们可以选择收紧的手法呢去做线条，这样呢线条的量感呢、体积感不会那么大。OK， 发梢呢给它带直掉，不要做卷了。做完之后呢，让它呈现一个波纹，树状的波纹。做了一撮向后的，接下来再做一撮高低有落差的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希望它凌乱一点，我们把它线条呢做一个前后交叉的，做一个向前。但是呢，上一片起得比较高，这一片呢我们可以适当低一点点，饱满向前的螺旋，一圈退一圈，先卷再滑，少滑一点。然后越滑越多，先卷再滑，滑的多一点，再推一圈，先卷再滑。发梢没多少呢，就把圈数推掉了，就不用卷了，因为发梢太卷了呢，做出来它是不好看的。这样呢，一撮高一撮低呢，就会形成落差。从正面看呢，就不会太乱。再下一片。下一片呢，我们再去做一撮更高的。前面那一片呢是向前，这一片呢我们可以做向后，让它交叉的更乱一点点。高角度，角度越高呢，做出来线条越松散，但是呢，损失的呢就是它的稳定性。而我们表面呢反而不需要稳定性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表面做线条，高角度其实是最好的选择。饱满向后一圈。退一圈，先卷再滑，发梢一点点呢，给它带直掉，不要做卷了。今天哪怕不夹都是 OK 的，但是如果你夹的太卷的话，这样的发尾呢就不好看了。做完之后呢，整个侧区的纹理感呢就已经出来了，而且这样的纹理感呢会比我们质感的发型呢多一些灵动感，特别适合深色的头发，因为深色的头发呢最怕就卷出来。就没有层次，没有结构，太堆。那稍微做一些错差的纹理呢，既不会过多增加亮感，同时呢又会让发型呢有一些灵动的表现力。但是记住，未来呢你们去做这样的发型呢，刘海不要做卷，这个发型呢就不会翻车。但是一旦刘海做卷了，这个发型呢一定会翻车。接下来我们去夹另外一侧。OK。同样的，这边的发量比较多，考虑到上面线条的待会儿的灵动性，我们可以适当把表层呢，在原有的比例上1/3呢少一点点，防止待会儿表层呢线条做下来太厚重。底区取出来，取出来之后呢，先把我们的脸基这些碎发呢找到 ，OK。
找到之后呢，分成2撮，做饱满向后，补到1圈。做完之后呢，再把发梢呢补一个收紧向后，划直一点，不要做卷。上面的头发也是一样的，饱满向后，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饱满向后螺旋，一步到位。只不过离头皮比较近，怕我们做螺旋的时候呢，去碰到别人的脸型。OK， 让它有一点点卷卷的感觉。底区的头发前后各一片，先将它带通带顺。前面一片，后面一片。当然，前面我做向前呢，后面做向后也是 OK 的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脸基线的纹理呢会有点区别。向前呢更往脸上包，向后呢更打开脸型，都可以去尝试。但是做特别慵懒发式的这种波浪呢，建议不要全部同流向，因为同流向做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和大波浪差不多。一定要左右交叉，发梢这么一点点呢，直接给它带直掉，甚至不夹都是可以的。OK， 继续。这一片向后，那我后面这一片呢就可以向前，前高后低。记住，螺旋站位永远站在你的手法摆位低的一端去操作，这样呢，我们的发干控制在电棒头上这一端会更好退出。一圈，2只手扶住电棒，稳住它，退一圈，先卷至一圈，再去滑行，滑少一点。第一个卷滑少，第二个卷多一点点，第3个卷更多，最后呢放得更长。OK， 滑多一点点，再来退一圈，先卷再滑，发梢这么一点点呢，圈数退掉，给它滑直掉就 OK。做完之后呢，上面还是波浪，但是发尾呢不是特别卷。如果发尾发现太卷了，记住一定要给它带直了，卷了会老气。那接下来我们底区的纹理感呢就做好了。同样的，你也可以简单去打散一下，它的松散感呢就比较强烈，不会像我们上一款呢那么整齐。但是同时呢，它的发尾是直的，又不会让整个发型呢走老气。表面的头发找到我们的刘海，刘海一定要干净的分出来。这一款呢就不能让它有太多的长的头发。刘海的位置，今天哪怕用吹风这样吹的直的，其实也是蛮好看的。所以说未来大家不要去纠结于刘海一定要做的有多么 S 型，多么卷。记住，刘海越剪越成熟，刘海越直越减龄。刘海的位置呢，我们还是简单的去给它收一下。收完之后呢，用一个饱满向后，给它划个弧度，让它呢能够挂住。挂完之后呢，稍微去处理一下前面的根部，高角度拎起来，电棒呢分线低 ，OK， 就有点斜向前的感觉。发尾甩到你站位方向进去，先转，转完之后往后推，推完之后回来，它会形成一个偏 S 的卷度。顶发根呢，也不是说所有客人都需要顶。刘海做好之后呢，接下来到我们的表层，表层不要一整片夹，一整片虽然可以，但是这种呢又回到我们上一款以及昨天就之前的上一集的2款发型，那种呢会偏太过质感。未来我们不仅仅要玩底区纹理的变化，还要去玩这种稍微风格意义上的变化。表面的头发，第一片呢，我可以做向后的螺旋一圈，起高一点，退一圈，先卷，
再滑，再推一圈，先卷，再滑，距离越来越长，再推一圈，先卷，再滑，发梢呢给它慢慢带直掉，圈数推掉。做完之后呢，它是一浪一浪的小波纹，起得蛮高的，下片呢我们起得低一点点。做交叉，手法交叉，上一片是向后，这片我们再向前，起低一点哦。高度一定要有落差，不要全部在一个高度堆积。一圈，先卷再滑，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口诀。退一圈，先卷再滑，退一圈，先卷再滑，发梢呢给它带掉。OK， 有交叉，有高低。下片。下片呢，我可以把它做得更高一点点。饱满向后，上一片是向前，这一片又向后，前后交叉手法，一圈，退一圈，先卷，再滑，退一圈，先卷，再滑，退一圈，先卷，再滑，发梢呢给它滑直掉。OK， 卷度呢，我们可以先不要去打散，待会儿再去打，让它稍微冷却一下。那接下来看一下，其实呢，同样的刘海的感觉呢也是 OK 了，刘海的感觉是没有啥问题的。卷度呢、形体呢控制也是没有啥问题。最大的问题呢就是，下面的这种卷度呢量感它是不够的。接下来我们需要去把后头部呢夹好，增加它前面纹理的量感。后头部一样的分区，只是我们的表层呢可以把它分薄一点点。如果表层分得太厚呢，会像我们前几款，那它会显得比较厚重一点。表层呢分薄一点，用于做线条就可以了。底区呢比较厚，可以把它分成2层甚至3层，操作都 OK。我们就分2层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分太多。因为后头部呢它是看不到的。把我们的底区呢分成2层，甩到一边加号。接下去操作我们的底下这一片，这片头发呢，如果你想让它的表现力更强烈一点呢，同样可以把它分成4片去操作。这一片呢，这一层呢，我们可以认真一点啊，因为毕竟这一层呢，待会儿可以甩到前面去，和前面呢去做融合搭配。那上面中间这一层呢，就没必要这么细心了。同样的做穿插，比如说这一片我做向后，这边就做向前，反正让它有交错感。甩到前面去，下巴以下有卷，大致起到这里就 OK， 不需要再起更高了。饱满向后一圈，退掉，先卷。卷的目的呢是把已经卷好的这个波纹呢稍微压掉一点，不然它会太扩张。再滑，滑的目的呢是让整个卷度有弹性、有张力。再退，先卷，再滑，发梢呢圈数退掉，给它滑直一点点，或者说直接带掉都 OK。这样出来的发尾呢就不会那么卷。有了向后的，我可以去做一个向前的。那后头部而言呢，因为它的发量呢是比较多的，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用饱满，我可以用收紧，比如说收紧向前的手法去做，也是 OK 的哦。这样呢可以更好的去除我们的量感。先卷再滑 ，OK， 再推一圈，先卷压掉再滑，发梢一点点呢给它圈数退掉，滑直掉，不要做卷了。OK， 继续。
那我这里呢，就拳头还是用饱满的手法去做吧，方便大家去记。饱满向后，记住螺旋的站位呢大于一切，站位没对呢，你是很难去推圈数的。一圈，推一圈，先卷，再滑，推一圈，先卷，再滑，发梢这么一点点呢，圈数推掉，给它滑直掉，不要去做卷了。向后再去做一片向前。一圈，发梢呢滑揉掉，有光泽就行，不需要太卷。表面的头发呢，给它预留，做线条。接下来我们的中层。中层呢，我可以大片一点点，把它分成3片就够了。后头部呢，我们可以尽量做的乱一点点，让它有空间感。向后向前来回交错，比如说这片是饱满向后，螺旋。拳头一个方向呢，它是比较偏波纹的，就整齐的波浪。你怎么夹，分再多发片，它出来都是整齐的。只有左右交叉不同流向呢，它才能出来我们想要的这种松散感，就像烫发的感觉一样。但是呢，烫发又刚好相反，因为烫发本来就松散，反而你去交叉太多呢，它会太乱。向后，那这里呢，我们交错一下，来个向前。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这种操作，只要仔细看了我们之前的手法视频呢，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。最关键呢还是一个核心，就是刘海儿一定要处理好了。饱满向后，一圈加热，推圈先卷，再滑。这样的方式呢也不是唯一的，但是呢，这样的方式呢操作出来，卷度既柔的同时呢，又保证它的持久度还不会太弱。最后表面的头发，表面的头发呢就不要分3片了，像这种发型呢，我们可以多分点，分个4、5片都 OK， 全部把它做成线条感，会更加好看。做线条呢，同样的左右交错，同时呢，除了左右交错以外，我还要高度交错。比如说我这一桌把它做高一点，饱满向后。起高一点点，先卷，后滑，再推圈，先卷，再滑。发梢呢还是一样的做直。这桌呢，我把它做的比较稍微高一点的。旁边呢，我就可以适当的给它直接做低一点点，高低落差尽量大于半圈，才会明显。如果是小半圈以内，其实是没有太大差别的，至少我们的视觉上看着是一致的。当然，有的同学会问，这样会不会把头发扯得疼？这个问题啊，其实像现在模特呢，他已经快睡着了。只要你的电棒张力是均匀的呢，不会扯得疼，它只会越扯越舒服。
因为头发呢，只要你的张力均匀，头发呢，全头的头发可以去吊起来一个人，并且让他感受不到疼痛。OK， 那我们这里呢做一个全部向后的，大家去看一下感觉啊。向后的其实，虽然很安全，而且也很方便，但是在这样的发型当中呈现呢，它反而会显得太规整了。左右交错呢，反而会显得更加柔和松散。我们表面呢全部做向后的。接下来我们打散一下，看一下。全部做向后的呢，其实它是相对于说比较中规中矩的，叫做规整性比较强的纹理。那如果我这个时候再去做一点，其实左右穿插反而它会感觉会更好。这个呢是左右手法穿插和全部流向一致的区别。所有流向一致呢，它会呈现整齐的波纹，基本上出来的形都是一样的。左右穿插呢，它会更加松散，纹理感也会更强。做电棒当中呢，手法如果你想要做这种偏法式慵懒的感觉，咱们可以尽量稍微去穿插一下。当然有一种情况呢，可以不去穿插，全部做同流向，就是颜色特别浅。因为呢，这种呢颜色就是一大亮点了，这个时候你没必要用手法的穿插去体现纹理感。接下来我们这个发型呢就全头夹完了，也是非常简单。然后我们用冷风呢稍微去做一个打散处理。那接下来我们用冷风还是一样的，把头发呢全部打散。虽然呢已经做得很散了，但是呢以防万一，咱们还是用吹风机扫一扫，稍微扫松一下会更好。OK， 扫完之后呢，质感呢会稍微弱了，那我们稍微打一点点造型品，还是一样的，不拍照只打精油，要拍照稍微加一点点发泥。那一点点精油和发泥呢均匀涂抹到手上。同样的，先打发尾，先捏发尾。大量的精油呢打到发尾上，让发尾的质感强烈。发尾好了之后呢，从两侧进去，把所有的头发呢去给它撩散，撩散，上面散了，发尾也就散了。如果我们今天打理完之后发尾聚，记住不是因为发尾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上面是聚的。OK， 最后呢把刘海往后撩，表面的纹理呢给它撩的质感撩出来，打理出来。同样的，今天如果拍一个背影纱，其实这样的感觉呢也是非常好看 nice 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正面的效果。甩到正面之后呢，如果是客人前面是镜子，我们先把刘海呢给它整理好，刘海一定要干净，头发1分为2，甩到前面来，刘海往后撩。表面这种毛躁的头发呢，给它撩一下，不要让它太乱了。底部的纹理抖抖松散。OK， 那我们这款发型呢就完成了，非常好看、慵懒甚至减龄的效果也已经打造完成了。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2款发型。那第一款发型呢是以稍微质感的基础上，稍微加一点点表面线条的方式去呈现。
未来呢，如果你做完发型，客人会感觉太呆板，那我们可以采用表面挑线条的方式呢，去让整个发型更加的柔和。第二种方式呢，也就是刚才我所分享的这种发型，分区还是不变2层，只是我们在原有的形体基础上，把每个分区的发片增多了，同时呢，增加了前后穿插的纹理，让整个发型的纹理不会那么呆板，反而会更加有灵动感。但是做这种发型呢，重要的核心就是发尾一定不要去做卷了，因为发尾做卷呢，它其实就有一点点像大妈卷的感觉了。OK， 那所以说回归根本呢，其实一款好的造型分区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未来呢，我们想要去更好的模仿发型，你一定要记住分区画出来，你模仿就能达到80%以上。如果你连分区图都不能理解，夹一片是一片去蒙，其实这样做发型是没有任何效果的。那今天的发型分享呢就到此结束，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最后的成品。